意识的本源也在隐含秩序层当中，因此人类的心智、历史的全相都记录在那里。来了，都坐好了吗？上课了哈。今天天津那个肖老师被弄到教委训话去了，咱们小二班还继续上穿越时空，这有点吹。先谈谈老师们的故事，着急的就跳到2分38秒。那么最近的那个天津的肖老师火了，说同学家长挣钱少就是素质低，被网络暴雷。那么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在学校时候的日子。在学校里，大家记得吗？那些心惊肉跳的老师训同学的日子，女老师一发飙都贼狠。学一下哈，女老师拿着考试卷，穿着严谨的高跟鞋走进了办公室，一进教室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这是卷子，哎呀妈呀，瞅这屋里让你们落的啊，乌烟瘴气的。罗永斌，那炉子加没了吗？加没了吗？加多长时间了？怎么这么长时间了，烟还这么大呢？好了，你们眼睛都瞎呀，没看我进来呀？还在那唠是吧？都把嘴给我闭上，坐好了。你瞅这成绩哈，小考成绩出来了，瞅你们班这同学，二次方程讲多少次了都？怎么做的都是还错。李刚、王东升，你们两个做的最差，上后面给我站着去。瞅你们两个就不打一处来哈！今天放学了，两个啊都不能回家，都给我在这留着，什么时候做会了什么时候回。不行就请家长，让你们家长教你。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一点脸都不要哈，一点脸都不要。这二次方程就学不会了，还出去踢球去，有这功夫是不是把题都做会了？女老师发火快，泄火也快。在80、90年代的男老师发火泄火的方法就不一样了。看男老师怎么过来的啊？男老师一般都是一进门的领子都是立着的，你知道吧？都这种状态。尤其是那体育老师当班主任，那更就不一样了。李刚，你给我站出来！来，上前面来。这两天上哪儿嘚瑟去了？课也不上，瞅这考试让你考的，你考成什么样子了都？一个大波溜子，还敢瞅我你？瞅什么瞅啊？啊，瞅这两天你还敢瞅我？啊，瞅这考试考成这个样子，你还敢瞅我，还敢犟嘴是吧？上边一个大波溜子，下边就是一个鞭腿，你知道吧？还敢上课旷课等等，就是一块厕所板子，知道不？那个时候的老师就是这么训男学生的。男老师一般都比较尖端，那是那个年代。大波溜子就是照着耳朵后边，拿着无论是书啊是手啊，就连脖子带耳朵根子就来那么一下，啪，这就是大波溜子。几个波溜子。这回明白了吧？有好多的小朋友说大波溜子什么意思，这回清楚了。就像上期讲的那个教授把蝾螈的大脑都切碎了，他就是找不到蝾螈丧失觅食功能的证据，他生气啊，在那原来的年代直接就给那个学生大波溜子了就。这回明白了哈。好的，咱们学校的故事呢就说到这里，想听的在下面留言点赞，有时间呢我们继续白话。飘回正传，回来再说全像投影。全像投影就如水波一样，它其实将眼睛看到的信息记录在大脑的无限的细胞当中，而且是全息投影的。比如说看到贾玲坐在杨紫的腿上时，如同看一个人的脸庞一样，你从侧面看就勾画出了其全貌，于是贾玲和杨紫就被勾画成了一体的了。这是说大脑全息投影的成像，而宇宙的全像投影也是类似的原理，但区别在于又加了一层隐含秩序层。这些隐含秩序层有着复杂的多维度的秩序，我们看不到，我们物质世界就是其影像的极小的一部分。伊隆马斯克说这个世界99%的可能是虚拟的，到底什么意思呢？成像虚拟 Are you kidding me？ 还有更玄的，在
多维里考虑1加1就不是2了，是多少呢？是无穷的可能性。这就又扯出来了另一个事实，就是可能性。这是宇宙的核心。知道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又不当饭吃。但是这个确实当饭吃。有许多人的成功，就是因为他具有和宇宙隐含层沟通的能力，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按照一个先知的人的说法，每个人都能做到。Oh my god， 嗷嗷狠，我们也想做到。那咱们就看一看，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名字叫斯蒂芬·欧索维基，他是波兰裔苏俄人，有透视过去和未来的能力。当年轻的斯蒂芬告诉他的母亲，他说他可以看到周围人的色带。那他母亲吓坏了，就带他去看医生，诊断结果没有任何异常。而史蒂芬他的一生有很多的传奇，他还告诉他的妈妈，他曾经有6次转世，而这一世他将死于战争，但是没有人会看到他的尸体。Oh my god， 嗷嗷狠！1944年的8月5日，67岁的他在华沙战役期间和很多人一样被盖世太保杀害在波兰的一个督察署的大楼里，但是他的尸体却从来未被发现。他在华沙的公墓里却有一个象征式的纪念碑。他的非凡的能力贯穿着他的一生。咱们来看一下一个他生前的故事。1935年2月14日，他碰巧在医院帮人看病时征得一位瘫痪者的同意，他便用手握着患者的脚踝，然后凝视空中时，自己所在的房间渐渐地变得透明朦胧，半空中随之浮现出一幅久远的景象。这时欧索维基感到自己身处在皇宫的中庭当中，迎面站着一位非常美丽的年轻的女子。她有着橄榄色的皮肤，穿着白色透明的服装，而且脖子、手腕、脚踝上都带着金饰。她的黑发高贵地盘在头上的一个方形的头饰里。欧索维基看着这位女子时，他一生的经历瞬间充满于欧索维基的心中。他知道这位瘫痪者在这一世是一位埃及王子的女儿，并且那时已经结婚。她的丈夫很瘦，脸颊两边挂着小辫子。欧索维基还可以像看电影一样让景象快进，以便看完她这一世的整个经历。最后她因为难产而离世。经过冗长复杂的尸体涂香的仪式之后，人们为她举行了丧礼游行，随后是精美石棺的入棺仪式。当欧索维基看完之后，这些影像逐渐的褪去，房间恢复成现在的样子。那么欧索维基的这种天赋被称之为触物见网的能力，并且引起了当时波兰华沙大学最受尊敬的人种学者彭尼亚托斯基教授他的关注。彭尼亚托斯基请欧索维基鉴定他们从世界各地的考古地点所发掘出的火石和石器。这些古代的石头已经由专家鉴定过年代和来源，彭尼亚托斯基也掌握了这些信息，但是对欧索维基是保密的，而且大部分古石没有任何的特征，只有经过训练的人才能够看出来它是被人类打磨过的。欧索维基拿起古石，聚精会神一段时间，他所在的房间逐渐的模糊到几乎不存在。与此同时，自己也处于一场过去的立体电影当中，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在这些景象当中来回穿梭，眼睛也随之前后的移动。欧索维基可以看见当时的植物、房子、人。当他拿起一块法国公元前15000年到10000年的石头时，欧索维基见到了麦格达兰尼女人，并且告诉彭尼他们的发型非常复杂。当时彭尼觉得有些荒唐，但根据后来出土的麦格达兰尼女人的雕像，他们的确有着华丽复杂的头饰。当然，欧索维基也准确地鉴定出了每件古石的年代、文化背景，包括发掘地。有时欧索维基说的答案和
彭尼所掌握的信息不符，但是每一次彭尼都发现自己的笔记不对。欧尼维基还详细的提出了100多件当时被视为是谬误的历史信息，后来却都被证实是正确的。比如他说石器时代的人使用油灯，后来在法国的洞穴当中真的发现了与他所描述的样式完全一致的油灯。他所画的人们狩猎的动物、居住的草屋以及埋葬仪式，后来也都被考古发现证实。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理学家查尔斯·里希特，他说奥斯维基是最可信的预言灵感神秘学家，它的功能有些类似于88万家的功能，简单的触碰就能够知其一生，甚至知其来世。这就真的不是一个草率了就能够解释得了的。 Oh my god， 嗷嗷狠！能够有这种触物见网能力的人绝对不是欧索维基一个人。乌尔蒙和心理学家克里明娜在麦蒙纳医学院中心他的梦实验室里证实了在梦中可以得到精确的预知性的信息。他们要求特异功能者在实验室连续待8个晚上，在睡前让他们做双盲触碰，也就是说把自己的眼睛蒙着，同时呢让他的手去触碰倒扣着的画像，没有人知道画像上画的是什么。之后每晚他们都要试着梦见明天可能会被抽中的给自己看的那幅画。沃尔门等人原以为能够有1晚上正确梦对画的就是成功的了，结果他们惊讶地发现，有的特异功能者能够5次梦对第二天要见到的画。比如有一位测试者醒后说自己梦见一个很大的水泥建筑物，里面有一个病人穿着医生一样的白衣服，想要逃出去，但是只逃到了拱道就被抓住了。第二天随机选出来的画正是梵高的油画《圣保罗医院走廊》。画中是一名孤单的病人站在一个苍白的大走廊当中，急速地走出拱道中的门。触物见网和预知未来的能力都可以用咱们讲过的全像影像的理论来解释，也就是说过去并没有消逝，当现在回到宇宙的隐含秩序当中时，就成了过去，它只是以我们不能够感知的另一种方式存在于其中。上一集咱们讲过，美国电浆实验的教授伯姆，他认为意识的本源也在隐含秩序层当中，因此人类的心智、历史的全像都记录在那里，二者近在咫尺，我们只需要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转移一个角度就可以看到过去。就像是一个人吹泡泡的动作过程，以一系列的影像的形式存在于一张全像的软片当中，每一个影像就像是电影中的一帧影像一样。如果这些全像是肉眼可见的普通光投射过去的，当我们走到软片时，变换着角度看它，就可以轻松地看到这一整套吹泡泡的立体电影。在每一个影像揭露与隐藏的同时，不断的流动的过程就造成了画面移动的幻觉。与回溯过去相同，未来的信息也是以立体影像的形式隐藏。慢慢的想想看，从这个角度说，时间就是通过光记录影像的角度，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这个角度，比如说30度角，或许如果能够换成60度角，看到的就是过去，那么再变换一下角度，90度角，可能看到的就是未来。如果能够和维度结合，那就更加的惟妙惟肖了。比如说特斯拉，它的特殊功能就是能够看到他想看到的设计，那个本应该属于未来的机器，而他看到后画出来了，就成了现代的 motor 或者是 generator。 比如说尼亚加拉大瀑布，它的发电站，特斯拉在它的幻象当中引导着所有的工程师，就是这么建成的。时间一直在原地，知识就在那里等你去拿。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能够当饭吃？ Interstellar 星际穿越中那个女孩的爸爸
就是在5维的空间超越了时空，从另一个星球直接就来到了地球，来提醒他的女儿。而他就是可以从更高的维度来看这个物质世界，但是物质世界的人却看不着他。但是一切的信息都存在于宇宙当中，只是我们要去开发、探索、索取、链接，有了知识会链接得更好，这或许就是生命的意义。完成这个生命的意义，就会得到升级。像完全的沉溺于钱权的人，那么可能就无法完成这种赋予的意义，那就是像马大大、盖茨，那就要再循环来世几圈。记得小莫听到这里可能都笑了。所以小2班的同学们，你们笑了吗？没有听懂的可能会挨大波溜子了。 Oh my god。 那么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大家有过这种知识随意取这种感觉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好的，今天呢就飘到这里，独在异乡为一颗美红孤独看飘哥 ，Peace and joy。